各位健康之道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志林。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扎心又实用的话题，取钱时 ATM 机突然吞卡，那种瞬间懵掉、手心冒汗的感受，很多朋友都经历过，尤其急着用钱时，屏幕一黑，卡片咔嗒一声被吞，真的让人着急。以往得跑银行、填表格，等好几天才能取回卡，费时费力。今天这期视频，请你一定看完。志玲要分享一个银行行员很少主动透露的隐藏妙招，只需在机器前停留1分半钟，输入一个指令，被吞的卡片很可能当场吐还给你。学会它，关键时刻省去无数麻烦。我们不光讲这个急救方法，还会把 ATM 吞卡的前因后果讲透彻，让你彻底明白其中的门道，从此从容应对。内容很干，建议先收藏再慢慢看。其实银行卡被吞并没想象中可怕，很多时候是虚惊一场，请别慌张，也别急着挂失或拍打机器，那反而可能带来损失。ATM 在设计时已考虑多种意外，内置了好几重安全机制，甚至有些功能是特意隐藏供应级使用的。今天志玲就为大家一一解密，同时我也会手把手教你日常防范技巧，从根源降低吞卡概率。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实用，请在视频下方点个赞，也可以留言学到了。你的支持是我持续分享的动力，也欢迎订阅健康之道频道，随时获取生活难题的靠谱解答。首先，咱们得建立一个最重要的认知，取款机吞你的卡，绝对不是这个铁盒子成精了，故意找你麻烦，也不是它坏掉了想吃掉你的卡片。在超过90%的情况下，这恰恰是银行系统在努力保护你的血汗钱。它就像一个尽责的保安，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苗头，于是果断采取行动，先把卡片扣下来再说。志玲仔细研究整理了一下，触发这个保安机制的原因，主要逃不出下面这5种，你看看自己遇到过哪一种？这第一种原因，也是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密码连续输错了3次，这可以说是吞卡原因的绝对冠军了。咱们都有这种经历，取钱时可能后面有人排队，心里着急，或者一边操作一边想着别的事走了神，又或者这张卡好久没用，密码突然想不起来了。第一次输错，心里咯噔一下，第2次又错，汗就开始冒了。等到颤巍输完第3次，屏幕无情地提示密码错误，紧接着就是一阵机器运转声，卡被吞了。这时候你可能会又气又恼，但志玲请你换个角度想，这其实是银行在保护你呀。假如你的卡不小心丢了，被坏人捡到，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找台 ATM 机去试密码。如果银行允许他无限次的试下去，那你的存款不就危险了吗？所以这个输错3次就吞卡的铁律，本质上是一道紧急防火墙，在你可能遭遇到刷的第一时间，就把卡片物理冻结在机器肚子里，让坏人无从下手。所以咱们自己操作的时候，一定要静下心来，想清楚密码再按，千万别手忙脚乱。第2种原因也特别普遍，就是操作超时，或者你忘记取卡了。比如你已经取完钱，交易完成了，机器滴滴想着把卡片吐出来一半，就等着你抽走。可偏偏这时候你手机响了，低头去接电话，或者你正专心致志地数刚取出来的钞票，看看有没有缺角少张，又或者你被旁边的事情吸引了注意力。总之，你就是忘了还有张卡在机器里。ATM 机可聪明了，它退卡后会持续发出哔哔的提示音。如果你在大概30秒到1分钟内，不同机器时间略有差异，还没有把卡取走，它就会判定这位粗心的主人把我忘了。为了不让这张卡被后面来的人顺手牵羊，它就会启动保护程序，默默地把卡片再吞回去，替你保管起来。你看，这还是一个充满善意的安全设计。第3种原因出在银行卡自己身上，银行卡也是物理物件，用久了会老化出问题。比如有些朋友的卡用了7、8年，卡片已经弯了、翘边了，或者芯片因为长期摩擦磨损严重，读不出数据了。再或者是老式的磁条卡，不小心跟手机、钥匙、磁扣放在一起被消磁了。当 ATM 机读取卡片信息时遇到障碍，无法准确识别你是谁，为了避免交易过程中出现扣错钱、记错账的混乱，它也可能选择暂停交易，先把卡片收起来。这就好比验票机读不出你模糊的车票，
为了不出错，他得先拦住你，找工作人员来处理。第4种原因比较少见，但确实存在，就是 ATM 机本身突发故障。机器毕竟是电子机械设备，总有出状况的概率，比如网点突然停电，或者网络信号中断，又或者是机器内部的传送皮带老化断裂，某个机械零件卡住了。在这些突发情况下，正在进行的交易会被强制中断。为了确保你的卡片不会在混乱中被错误的吐到其他地方，或者被后续的机械动作损坏，机器也会启动紧急预案，把卡片安全的回收到内部的保管箱里。这种情况纯属意外，但机器的处理逻辑依然是保护持卡人资产安全。第5重原因就比较高科技了，跟银行的风控系统有关。现在的银行系统都有一套智能的风险监控模型，比如说你平时都在台北市活动，刷卡记录也都在本地，突然有一天你的银行卡出现在高雄的一台 ATM 上操作，又或者银行后台监测到你的账户最近有非常频繁异常的小额试探性交易，这些异常行为模式会触发风控警报，系统可能会判断这张卡存在被盗刷或被用于不法交易的风险。于是为了保护账户安全，系统会远程下达指令，让那台 ATM 机吞掉这张卡，从而阻断可能的资金损失。这是一种事前的主动的防御措施。好啦，弄清楚卡片为什么会被吞，咱们心里就有底了。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部分，卡真的被吞了，我们该怎么办？志霖给大家总结一个总原则，请你一定要记牢，卡被吞，人千万别马上离开。解决问题的黄金时间，往往就是你还在机器面前的这几分钟。下面我就把这3板斧救急方法详细说给你听。这第1招就是今天标题里说的秘密指令，黄金90秒自救法。这一招主要专门对付因为连续输错密码导致的吞卡，是很多人不知道但一试就灵的后悔药。很多人一看到卡被吞，第一反应是完了，然后转身就走，要么去找人帮忙，要么回家拿身份证。千万别，如果你明确知道自己是因为输错密码被吞的卡，你应该做的是留在原地，眼睛紧紧盯着 ATM 机的屏幕，耐心等待。大概过个1分钟到1分半钟，也就是90秒左右，你会发现屏幕画面变了，它很可能会跳出一行新的提示，比如请输入正确密码以取回卡片，或者身份验证后即可退卡。这时候你的机会就来了，聚精会神，稳稳地输入一次完全正确的密码。只要这次密码对了，系统就会判断，刚才连续输错的和现在输对的是同一个人，看来真是主人自己忘了密码，不是坏人。验证通过后，你会听到熟悉的咔嗒一声，那张刚刚被吞进去的卡片就会原路吐出来，物归原主。这个方法巧妙地利用了银行系统的人性化设计，它给了真主人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所以下次再遇到，千万别慌，先试试这个法子，很可能就免去了后面所有的奔波之苦。如果这招帮到了你，记得回来告诉志霖一声哦。那如果说第一个方法试了没成功，或者你的卡不是因为输错密码被吞的，又或者你确实把密码忘得一干二净了，怎么办呢？别急，咱们有第2招，一键呼叫救援法。这一招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吞卡情况。你仔细看看 ATM 机，通常在机器侧面、屏幕旁边或者操作面板的显眼位置会有一个按钮，上面写着求助、紧急呼叫之类的字，旁边可能还贴着一个银行官方的客服电话号码。这时候不要犹豫，直接按下那个按钮，或者用自己的手机拨打那个客服电话。按下求助按钮后，一般会通过机器上的对讲喇叭连接到银行24小时的远程客服中心，或者直接接通到这个网点值班室。接通之后，你保持冷静，清楚地说：你好，我的银行卡在你们这台 ATM 机上被吞了。然后你需要告诉对方你的具体位置，比如是健康路分行门口左边那台机器，再简单说明一下情况，比如我取完钱忘记拿卡，过了一会卡被吞回去了。客服人员核实基本情况后，会给你明确的指引。如果是在银行的营业时间内，他们很可能会直接通知网点里的工作人员出来帮你处理。工作人员有专门的钥匙，可以打开机器的维护面板，从内部卡槽里取出你的卡，当场还给你。当然，你需要出示身份证件，
配合工作人员做好身份核对，证明卡是你的。这个过程需要一点耐心，但绝对正规安全。如果是在深夜或者周末节假日等非营业时间，客服人员也会在电话里指导你后续步骤，通常会建议你先通过电话或手机银行做口头挂失，冻结账户资金，然后告诉你工作日的时候携带身份证去哪个指定的网点领取你的卡片。第三招就更直接了，叫做直接求助网点法。这招最笨，但也最有效。如果你是在银行白天上班的时间，而且这台吞卡的 ATM 机正好就在银行网点的大厅里，或者紧贴着网点大门，那最快捷的办法就是立即转身走进银行大厅，找到大堂经理或者任何一个柜台工作人员，直接跟他们说，不好意思，我的卡在外面里面的机器上被吞了。同样，出示你的身份证，银行职员确认是你本人后，会联系负责 ATM 机的专员，用最快的时间打开机器帮你取卡。这通常比你在机器外面干等客服转接要快得多，沟通起来也更方便。在讲解决方法的时候，志玲必须要插入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提醒，有2种常见的诈骗陷阱，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高度警惕。第一种是警惕你身边突然出现的好心人，你正在操作 ATM， 旁边凑过来一个人，看似热心的指导你怎么按，甚至站得很近，看你输入密码，或者当你卡被吞后，他安慰你说，没事啦，明天再来银行拿就行了，现在人都下班了。这种时候，请你立刻保持警觉，这很可能是不法分子在分散你的注意力，或是想骗你离开现场，然后他们可能对机器做手脚，或者等你走后用其他手段盗取你的卡片信息。记住，真正的银行工作人员不会在你输入密码时贴近观看，也不会劝你放弃现场处理。第二种是警惕机器上张贴的假通知、假电话，骗子有时会在 ATM 插卡口贴上伪造的机器故障告示，并在上面留一个假的客服电话。你一旦拨打那个电话，对方就会冒充银行职员，一步步套取你的银行卡号、密码、身份证号，甚至短信验证码。请你千万记住，真正的银行客服绝对不会在电话里向你要取款密码和短信验证码，凡是开口要这些的，100%是骗子。一切操作，请以 ATM 屏幕显示的官方信息或银行网点招牌上的联系电话为准。解决了燃眉之急，咱们更要往长远看，学会如何从根源上避免银行卡被吞的窘境，养成良好的用卡习惯，才是守护财产安全最稳固的基石。下面志玲就详细说说咱们日常该怎么预防。第一点叫做操作前先给 ATM 机做个体检，花不了你10秒钟，却能避开大麻烦。尤其是在你不熟悉的路边或者看起来比较偏僻的自助银行操作时，先别急着插卡，看一看插卡槽有没有多余的颜色不匹配的套子粘在上面，摸一摸有没有松动。因为有些盗刷设备就是伪装成卡槽的外套。再看键盘区，用手轻轻按一按数字键，感觉一下手感是否一致，有没有特别厚或者松动的键，防止有假键盘覆盖在上面偷录你的密码。最后，快速扫一眼键盘上方和机器顶端，有没有奇怪的小孔或者额外加装的微型摄像头。虽然现在银行安保严密，这种情况极少，但多一份警惕没坏处。选择机器时，尽量优先使用设在银行网点大厅内部、大型商场、超市等人流量大、监控完备地点的 ATM 机，安全性相对高很多。第二点是操作过程中要养成的1遮、2快、3确认黄金习惯。什么叫1遮？就是输入密码时，无论如何都要养成用另一只手或手掌自然遮挡键盘的习惯，用身体挡住他人的视线。即使当时你身后没人，这个动作也要成为肌肉记忆，防的就是隐藏摄像头和远处窥视。什么叫2快？就是提前想好要办理的业务和金额，记住密码，操作时集中精神，流程干脆利落，不要在机器前长时间犹豫或分心做别的事，比如讲电话，分心最容易导致输错密码或忘记取卡。什么叫3确认？就是交易完成后，务必确认3样东西都拿齐了。第一，抽回你的银行卡；第二，取走机器吐出的所有现金；第三，收好交易凭条，如果不需要，最好撕碎带走，别随手扔在机器旁的垃圾桶。
因为上面可能有你的部分账号信息。第3点是做好银行卡和个人信息的日常维护，密码设置要有技巧，别用生日、电话号、连续数字这种太容易猜的组合，并且养成习惯，每半年或1年通过手机银行或去柜台更换一次密码。绝对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你的银行卡密码。卡片背面3位安全码 CVC2、CVVV2 以及短信验证码。对于可疑的短信链接和陌生来电，一律保持警惕，不点击、不轻信。物理卡片也要爱护，别跟钥匙、硬币等硬物放在同一个口袋或钱包夹层，避免刮伤芯片和磁条。也要远离强磁场物体，比如大功率音响、磁铁扣背包等，防止消磁。第4点，要定期检查账户，及时发现异常。好好利用手机银行 APP 或银行发送的动账通知，每隔一段时间花几分钟看一眼账单流水。一旦发现任何不是你自己操作的交易记录，哪怕金额只有几块钱、几十块，也要立刻马上打给银行官方客服核实，因为这常常是盗刷者的小额试卡行为。你早1分钟发现并冻结账户，就能避免后面更大的损失。另外，志玲还想补充一个越来越普及的好办法，使用无卡取款功能。现在很多银行的手机 APP 都支持这个功能，你不需要带实体卡，只需要在 APP 上预约取款，然后到 ATM 机前用手机扫描2维码，或者直接刷脸验证，就能取出钱来。这种方式从根本上杜绝了吞卡的可能性，也避免了卡片、磁条、芯片信息被侧录复制的风险。如果咱们的爸爸妈妈、长辈们还不太会用，下次你去银行时，可以请大厅的工作人员耐心教一次，操作1-2次就会了。以后出门不用带卡也能取钱，既方便又安全。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年轻朋友会笑，志玲，现在都是手机支付了，谁还用现金？谁还去 ATM 取钱啊？这话有一定道理，但咱们想想，生活中总有一些场景离不开现金，给长辈小孩包个红包图个吉利，去一些传统市场、老字号小店，他们只收现金，或者遇到手机没电、网络故障的紧急情况，这时候 ATM 机就是我们可靠的后勤补给站。所以掌握这些关于 ATM 机的知识和应急技巧，绝不是过时的东西，而是一项非常实用的生活技能。正所谓技多不压身嘛。如果不幸遇到吞卡，第一，别慌别跑；第二，输错密码可尝试黄金90秒自救法，等待屏幕重输提示；第三，自救不成，立即使用 ATM 求助按钮或拨打官方客服；第四，营业时间且旁边有银行，直接找工作人员最快。只要人在现场，身份证在手，资金和卡片安全就有保障。切忌慌张回家拿证件，以免卡片吐出被拿或受骗子假通知误导。科技日新月异，骗子花招翻新，但只要掌握科学方法，养成好习惯，保持冷静，就能守住钱袋子。银行系统也在进步，磁条卡正被更安全的芯片卡取代，如仍有老式磁条卡，建议升级为芯片金融 IC 卡，使用更安心。好了，关于 ATM 吞卡就聊到这里。如果内容对你有帮助，请点赞并转发给家人朋友，特别是长辈，或分享到社群，多一人看到，少一人着急。分享知识是温暖的力量。如有银行卡安全或其他健康疑惑，欢迎留言，我会认真阅读并解答。感谢观看与陪伴，我是蔡志玲，咱们下期健康之道再见。祝大家平安健康，生活顺心。